问我最想去哪里，那我的答案肯定只有一个：意大利。我喜欢意大利，不是因为旅行，也不是因为美食，而是因为足球。而意大利就是我通过足球最早认识的国家之一。那时候的我对意大利有一种非常模糊但又特别浪漫的想象。我觉得那里的人应该都很会穿，街道应该很像电影，咖啡馆门口永远坐着人，人们会骑着小摩托从石头路上经过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像罗伯特·巴乔一样的帅哥？于是很多年里，意大利对于我来说一直不是一个地理概念，它更像一种想象，一种滤镜，是足球里的呐喊，是老电影里的阳光，是广场上的鸽子，是火车驶过乡村，也是总有一天我要去看看的执念。但人生很奇怪，你小时候特别想做的事情往往不会立刻实现，总觉得以后吧，等有时间，等工作稳定，等没那么忙。结果这一等，从20岁等到30岁，30岁等到40岁，一晃快30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我都过了40了，如果现在还不去，可能就真的一直停留在想去的阶段了。所以这一次终于成行，去看看那个我从96年开始想象的国家，看看它到底是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，看看那个除了巴乔、因扎吉、马尔蒂尼、卡纳瓦罗、托蒂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。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电梯了，放在这里，这么大，和箱子一样宽。你好，这边也有画画的，和我在巴黎感觉很像。继续往前，来到斯福尔加古堡。这座城堡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，后来有斯福尔加家族重新修建，曾经是米兰公爵的住所，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米兰最重要的艺术中心之一。据说当年达芬奇就在这里工作过，连城堡里面的壁画都留下了他的痕迹。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博物馆，里面还收藏着米开朗基罗的作品。从斯福尔加古堡再往里面走，就是米兰很有名的森皮奥里公园，这里就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。刚才还在几百年前的城堡里穿越历史，走出来突然就变成了米兰人的大型后花园，能看到一座非常漂亮的拱门——和平之门。它是拿破仑时期开始修建的，后来才最终完成，有点像巴黎的凯旋门。走累了，休息一下。在意大利居然还能买到糖炒栗子，来试一下，至少不用自己剥，很香甜。在 Virtual 上面买了一个去米兰大教堂的 tour， 然后现在大家已经集合了，准备出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跟着导游来到了米兰大教堂。导游同学的这个英语简直是可能是意式英语的代表了，特别可爱。房顶 roof。我们现在要到真的最顶上去了。
丢了3个游客的导游。我觉得在米兰大教堂上面看见这些人锻炼，简直是最美的风景线啊！太搞笑了。虽然我不是天主教徒，但真正走进米兰大教堂的那一刻，还是被震撼到了。站在那么高大的穹顶下面，看着一根根巨大的石柱、满墙的彩色玻璃，还有那些精细到让人难以想象的雕刻，那一刻你会觉得这已经不只是一座教堂了，它更像是人类用几百年的时间留下的一份信念和艺术。就是因为我在巴黎没有办法寄存行李，所以现在要拉着我50磅的大箱子，然后去坐地铁，去坐火车去罗马。这边的电梯好像不是很多，已经累得满头大汗了。看看我的箱子，这个箱子要去罗马，然后再飞回巴黎，然后再飞回美国。我和我的50磅大箱子到了米兰中央车站了，现在准备去找火车坐，然后去罗马。作为一个从来不喜欢吃披萨的人，我觉得这个在火车站买的，萨拉米的披萨超级好吃。果然，意大利是名不虚传。好了，就是这个火车了，意大利的高速列车，3个小时去罗马。